甲状腺是一个蝴蝶形的小器官，位于气管的前方。它透过分泌甲状腺激素，影响身体的生长、发育和衰老。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，形成甲亢，会导致新陈代谢增加，体重无故下降，总觉得热，容易烦躁，难以入眠。有些人还会腹泻、手抖、眼凸、脱发，颈项也可能会肿起来。甲亢最常见的原因其实就是 Graves' disease 格雷夫氏症，这个是有占70%的比例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那个免疫系统针对甲状腺产生的那个抗体，导致它分泌的激素过多，使到它会有甲亢的那个症状。第二常见的呢，其实就是多结节性的那个甲状腺肿大，所以甲状腺里面有很多肿块，导致它分泌的激素比较多。比较少见的呢，包括其他的甲状腺炎啊，比如说桥本氏甲状腺炎，或者是有毒性的结节。一般上来说呢，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大概150微克的碘呢，来帮助身体制造甲状腺素。那甲状腺素呢，在甲亢的人身上太多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必须控制碘的摄取，来减少这个甲状腺素的分泌。碘含量食物很高的呢，其实很多都是属于海产类，比如说像紫菜啊、海带啊、昆布。带壳的海鲜类，比如说贝壳类啊、螃蟹、虾等等。那其他的食物里面也包括了一些乳制品，比如说像我们平常喝的牛奶、吃的乳酪、雪糕。那大量的黄豆制品，其实碘的含量也是很高的。调味料方面呢，我们也不建议使用添加了碘的盐。虽然紫菜、海带、昆布这类的食物呢含有很浓厚的鲜味，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食材来做取代，比如说像香菇、番茄，因为香菇和番茄里面呢含有很丰富的谷氨酸，而谷氨酸呢就可以给我们带来食物中的鲜味。另一方面，香菇和番茄本身含碘量不高，所以对于甲亢患者来说呢，是一个很好帮助提鲜的食材。这次要做的是香菇肉丸芙蓉汤。我会直接用鸡汤，而不是白开水来泡发香菇，这样香菇的鲜味可以完全融进鸡汤里。把干香菇放入鸡汤里煮滚，捞出备用。胡萝卜切丁，跟鸡肉碎混合拌匀，捏成肉丸，倒入鸡汤煮开。加入番茄、香菇、菠菜、小白菜和蛋汁，煮滚即可。甲亢它第一线治疗方法就是服用药物，抑制它甲状腺分泌跟生产的那个激素，所以这个会降低血液里边循环的甲状腺激素，缓解一下病情。开始我们可能吃第1年或者到2年，就开始的时候会吃比较高的药量，然后慢慢减低，之后可以停止。可是如果它一直反复性的发作，或者是在药物无法控制的那个时候呢，我们会用第二线治疗方法。所以这个包括服用放射的碘，这个是一种破坏性的治疗方法，就破坏那个甲状腺细胞。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手术，把那个甲状腺切除。所以呢，要在两者之间要选择哪一样呢？如果你有好像比如说眼凸 Graves' disease 眼凸的话，或者它甲状腺它里边有可疑的结节，我们怀疑是癌症，或者是它很大压迫到我们的气管啊，或者是我们的食道，那个我们会选择呢用手术，其余的就可以试试看用那个放射的碘。手术或放射碘的治疗都可能让甲状腺激素产生不足，导致甲减。患者的新陈代谢会放慢，容易疲累、脱发、体重无故增加，甚至还有便秘、月经失调等情况。这时候就需要口服药物来调节激素。一般的日式饭团会用紫菜来增添鲜味，这次我会用干香菇来取代紫菜。干香菇没有了水分，味道比较突出，鲜味比较浓郁。把洋葱和泡发后的香菇切丁下锅，加日式照烧酱炒香，加入煮熟的珍珠米饭和藜麦、玉米粒、芝麻、姜丝和烧汁酱，搅拌均匀，捏成饭团。涂上一层照烧酱，送入烤箱烤5分钟，最后用醋浆、葱花和芝麻点缀。
有些人会问呢，一旦甲状腺切除之后呢，是不是要增加碘的摄取？事实上呢，碘只是制造甲状腺素的一个原料。如果整个器官已经被切除的话呢，补充再多的碘其实都没有帮助。在这样的个案当中呢，就必须通过药物来做调理。如果医生并没有完全把整个甲状腺切除，还保留一些功能性组织的话呢，那患者其实就可以通过补充碘来维持一个正常的甲状腺素水平。不过呢，应该补充多少的碘，就必须根据医生的检查报告来决定。接下来，厨师要用新鲜的香菇做一道素鲍鱼，混合花雕酒、蜜糖、素蚝油、生抽和淀粉调匀备用。把香菇去蒂，切紧字花刀。冷水下锅煮开之后捞起，爆香蒜末，把香菇炒软，倒入调好的酱汁提鲜，翻炒到冒泡就可以成碟。除了以上提到的饮食控制之外呢，我们也会建议在抗氧化剂的部分多补充一些，比如说像柑橘类的水果啊、梅子类的水果，因为这些水果呢可以减少身体自由基造成的氧化压力，减少它们不舒服的一个状况。甲状腺亢进如果不加以治疗，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，例如肌肉萎缩、骨质疏松和心跳不规律等。最危险的就是甲状腺风暴，所以这个就是突然间它释放了非常多的那个甲状腺激素，导致你的心跳加速、体温上升，可能会导致那个心脏病爆发或者是中风，可能会导致一些生命危险。医生提醒，发现甲亢的症状时，绝不能掉以轻心，只有及早求医、对症下药，才能控制病情。